有一种说法，2个人去美国旅游，每天至少得花400美元，吃饭、交通各100，住宿200，你们认可吗？去年我去美国待了半个月，2个人花了不到5万人民币，也就是平均每天230多美元。回来后，我详细分享了我的开销，被120多万人看过。有人说我在穷游，但我1没住汽车旅馆和青旅，2没有挤地铁挤大巴，摄入的蛋白质还天天爆表。今年我去美国待了1整个月，2个人花了8500多美元，算下来依旧不到300一天。相比视频开头提到的400美元，依然有很大的余量。其实只是因为我会省钱。今天就分享我的美国花销系列第2弹省钱心得。美国的花销大头就是在吃住行3大项上面。在吃这个方面，如果你不是顿顿都要山珍海味，大家的花销是拉不开很大差距的，也是最没有必要省钱的一项。重点来了，省钱的学问主要藏在下面2个词里面。先说结论想在交通上省钱，自驾几乎是唯一的方式。因为在美国打车动辄20-30刀一趟，而自己租车开50美金以内全包就可以租一辆经济型的车，加上油钱也就不到70刀。当然，除了租车以外，看似是小钱的停车费、高速费，每天加起来就是一笔不小的费用了。详细的租车攻略，大家可以参照我上一篇10分钟的长视频，把租车的渠道、怎么省停车费、高速费都讲得很清楚。回想起 N 年前还在上学的时候，爸妈来波士顿看我租了一辆100刀的 CRV， 住那种代客泊车的酒店，各种付高速费，还交过几次罚款。算下来平均每天至少要花200刀。而这几次我在美国旅游，车上面的花销每天只有60刀，这可是140刀每天啊！很多初到美国的人在酒店上花的冤枉钱比交通上还夸张。我先说一个暴论，美国的酒店抛开最差的汽车旅馆和最顶级的度假村外，中间绝大部分酒店的级别、装修和服务都没有本质的区别。住过美国酒店的都懂但价格却要差好多。不像国内维也纳全季这个档次和 JW 万豪君悦这个档次有着瞎眼可见的全方位差距。拿凯悦集团举例，这是郊区的凯悦嘉裕，这是同一集团市中心的精品酒店，一个 C2， 一个 C4， 房间装潢并没有差得很多，但他们的价格却差了4倍。更劲爆的是，前者停车免费，而后者的停车费是62刀一晚。更何况美国绝大部分好玩的都不在市中心， downtown 反而是最无聊又最危险的地方。所以在美国性价比最高的就是住郊区的经济品牌。我最喜欢住的就是凯悦的嘉裕，万豪的 Town Place Suites， 一般100刀出头一点点就能住到很满意的酒店了，还可以做饭，免费停车，想去哪儿开上自己租的车，一脚油门就到了。但我们以国内的思维来看，旅游肯定得住市中心去景点更方便。所以如果带着这个思维来美国，肯定会在住上面花冤枉钱咯。以上就是我能把我的花销控制的比较经济的全部秘密。我在美国也会一样看票价昂贵的橄榄球赛、NBA 演唱会，也会偶尔吃人均100多刀的 fine dining， 但得益于我每天平均的租车和住房成本加起来就160刀左右，甚至更低。在旅行成本高昂的美国，我能省下不少预算。那么看完这条视频，会帮即将出行的你省下一点钱吗？